关于榴莲到底是不是一种美味啊？老王，我有话说。嘿嘿，我真的是感到很好奇，很琢磨不透，甚至于又感到诚惶诚恐。怎么没有人提到这个观点呢？大家都没发现吗？榴莲真的不只是一种美味呀！哎呀，不只是一种美食啊，它有着太多的东西。这个想法说起来，经过很多年时间，一步一步慢慢形成。我现在啊，我跟你说，雪梅姐他们那辆车载着杨哥，载着小强，他们呢就在我前面，我呢在从巴哈姆回到塞兰沃尔家的路上，现在在 E8 这条山路之间呢。哎呀，就在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这个想法突然成熟，就像榴莲嘣的一下掉到地上一样啊，我就嘣的一下达到了这个想法的顶峰。我觉得啊，看来真的榴莲啊，不单单是一种美味。出山洞了，有了这个想法，即便现在啊驾车在路上，我就要敢敢的说出来，要讲给你听，也请你啊来评判评判。听我把一个又一个故事讲给你听。其实我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叫《榴莲的几重境界》，最早啊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苍啊，我们一家都接受榴莲的味道啊，除了 Wilson， 所以那时候呢是对榴莲有一种气味的记忆。我们吃到的榴莲，应该说从现在来看，价格上又是最贵的，品质上是最差的。因为我们都是从网上啊，从店里买的泰国的或者是越南的榴莲，能够吃到金枕头，我们就已经感到很开心了。那个很贵啊，但现在想起来，它有榴莲最基本的独特的气息、气味啊之外，它呢主要后味没有什么，就是甜分啊。那它因为也是泰国和越南榴莲为主，不是老树的，不是自然成熟的。自然啊，许多方面都差了许多。前面呢，我就快啊列去，直到到了马来西亚以后，开始疯狂的吃榴莲哈。一开始看过我很多视频的朋友都会注意到，那时候呢，我们还是叫做贪恋名种，是这个 Stage 2啊。等到第二阶段，猫山王啊、黑刺啊、101啊、红虾啊、XO 啊，一个一个都去尝试。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呢都只是名种，这时候呢价格有一些下降了，名种呢有名种的道理啊，它呢风味啊确实各有独特。我们意识到哦，哇，榴莲有这么多种啊，难怪啊能够到敌200，每一种的形态啊风味啊都不一样，每次时节啊有大有小，价格有高有低，从 SS2 开始啊吃到自己熟悉的档口。但现在想起来，那也只是 Stage 2， Stage 3呢，就是在今年啊，可能是从半年前吧，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都不局限于一定要去找名种了，甚至于有目的的去过果园，自己买一些干蹦的榴莲回来，把它剖开，去享受那种惊喜，那种开盲盒的惊喜。这个价呀是更低了啊，一级比一级低，这个滋味啊更加丰富。一个呢是它确实有太多不是名种所能够代表的，比方说所有大马种植出口的榴莲里，60%-70%吧，我猜，如果都是猫山王，还有一小部分黑刺的话，那它们所占据的风味啊是很少的。而所有的名种呢，又是所有的榴莲里很少的。榴莲应该也不止200种了啊，你能够开盲盒开到的就更多了。干蹦啊，有时候好，甚至有时候不好。你能够体会到，把榴莲铺在地上放在报纸上，打开来，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吃。这时候你又会吃到了什么？和家人相聚的一种欢乐。不过现在想起来，那也只能叫做 Stage 3。到现在为止哦，到我现在讲到为止，榴莲对我们来讲还是一种美味，它是停留在舌尖的。今年2025年的夏天榴莲又是一个很大的季节，又是榴莲季也来到了。
我们呢到大马也超过2年半的时间了，进入到第3年。我很有幸啊，最近你看这一周，我和王太 Wilson 一起去了我们观众的老家，在霹雳的，在太平和江沙那边自己的一个园子打理的，有各种各样自己种植的没有名的榴莲。我们又去太子园买到了大家一直和我们介绍的山榴莲，和马来人进行了交流。再到今天，就在今天，我跟他们去吃到了100年种的山榴莲，大马的山榴莲故乡在彭亨，在彭亨的叫尔莲突 Jelandu 这个地方。哎呀，这个我把它称之为叫 Stage 4。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是从2025年的7月开始，我觉得榴莲对我们来讲真的不是美味了，至少不只是美味，美味是它明确的，但是是小的一个部分啊。这也回应到我今天的主题，我真的很想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你看，所谓山榴莲是在山更里边的，没有人打理的 organic。它如果是一层的话，那它代表着更加丰富、更不知名它更加原生态。而有人打理的干蹦榴莲，再往上名种的顶峰可能是猫山王和黑刺，它们呢品种越来越少，名气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贵。但是乐趣呢有可能就越来越少。很多人真正种植榴莲、爱榴莲的人呢，他不会局限于猫山王。就像你喝咖啡，也不会局限于说我只喝某一种耶加雪菲 Ethiopia， 它不会有这样的小局限。你看，今天到了100年老树的山榴莲大马山榴莲的故乡，我就发现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平，从他们自己掉下来不要钱，在霹雳的果园里面也是一样，到路边慢慢随着距离的变远，从5块1 kilo 的、8块1 kilo 的、10块1 kilo 的，看到路边价格就在往上涨。这个 Stage 4吃到的榴莲也是我们吃到现在价格最便宜的，但是它的那种盲盒和干蹦又不一样，它那种滋味往往榴莲很小，但它的果肉呢也是有非常干包的，不是说个个都好但是你如果吃到一些好的，那种味道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强烈是你没有闻到过的。像我今天吃到过有花香的，有坚果味的，很明确的提示你这种坚果风味的也有甜味的你绝对不会说吃这种榴莲的时候还在想这是不是名种这个卖多少钱甚至于你也不会想这是我们马来西亚榴莲，它是老树，是树上掉下来的，你就会专心在它的形态，它带给你的那种享受上面。这还只是吃你知道吗像我们去霹雳观众自己家的那个园子，你就会发现我们观众的这个父亲退休之后10多年，他就把他整个生活都放在打理这个园子。虽然他自己不吃榴莲，但他也会想着呼朋唤友，在榴莲季的时候又请各种各样的朋友来吃。我就突然发现其实我们原先做的那是游客的事情吧，我猜真的是就是去 SS2 去吃。大马人从小应该就是像我们最近经历的一样，哪个园子哪里有榴莲了，朋友叫赶紧跑去，大家聚一聚，收上几粒然后呢就拿回了榴莲。不是说要付出几十马币1公斤才叫买榴莲吃榴莲，但我相信大家也会去买一些干蹦榴莲的。那这种更应该是一种常态，因为现在连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自己跑去，自己能够吃到，它是友情，它就不只是一种美味了。然后呢，在今天我就发现他们用榴莲帮我们做了 roti canai 我还看到之前榴莲真的是配饭吃，榴莲壳煲汤。我能够关注到有他们家里的烧烤台上这个有2个榴莲是盖在上面的。我说他们大概吃过烤榴莲了，它的
美食背后有着明确的这种文化属性，渗透到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尔连突啊，大概也就200多个村民啊，有些人就跟我们讲，哎呀，有一阵子呢，我们种的是橡胶，后来呢改种榴莲，有部分呢目前又想改种油棕等等等等。这让我意识到，哦，其实呢种植消耗，哎呀，陪伴着榴莲也是他们的生活。哎，你看我们和梅姐他们一起去接触的这位叫阿七兰姐，她自己哦，我把她形容为叫榴莲猎人。他是一个 durian hunter， 真的是哪里有什么样的山榴莲，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在他这个所谓百年老树山榴莲之乡里面呢，他是门清啊，清清楚楚。而且他每打开一个榴莲，流露出的那种情不自禁的兴奋和骄傲，哎，梅姐把他们形容为叫骄傲的大马小镇村民，哎，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不单单是榴莲、山竹啊，那里吃到过的巴固，就是那种蕨菜，哎，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吃过我们的，我就绝对不想再去吃外面的。对待榴莲也是一样的，他们每一个呢兴致高起来，再翻着书去看啊，原来这个叫第170几号，你看样子就很像，也还在发现和探索之中，又变成他们所有生存到生活，再到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他们有时候说的时候还会回忆起来小时候是怎样去吃的，今年又打算怎样去找朋友相聚啊，然后把我们找来，也想能够拍一些影片，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哎呀，跟着他们来 appreciate 他们的榴莲文化，他们的这么还没有被认知的山榴莲。说到生存啊，你想榴莲从树上咵掉下来，有些要马上吃最好，有些啊经过发酵，等到 gas 把它打开，那个风味最佳，但都保存不了太久，所以售卖方式大部分也不愿意去做成再制品，就是新鲜的榴莲尽快卖掉消费，所以他们要去赚这些钱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看，榴莲连接着他们一个一个家庭，从祖辈到自己，到小辈，下一辈的生活、生命都是相连的。它也因此不单单只是一个美味。好，我还没有到我讲的今天的这个故事，让我突然有了这一些感悟啊，就是我们去了一个王叔的家里啊，他呢让我们去看，他说我这里的榴莲啊，我请你们来看。哎 ，by the way 啊，在尔连突啊 Gerandu 的这个地方啊，就像杨哥说的，彭德亨的村民他很喜欢。他说啊，这里的人都是很讲义气啊，很友善的，真的是哎，我看到他们这里啊，就带着你玩，大家也不是说一定要很认识你或者怎么样，他们就驾着车带我们到东，带我们到西啊，不求回报。那么这位王叔把我们带到他家里去，看到什么呢？他很得意的说，他家后面有一颗榴莲，它的花啊，它的果里面的这个果里面的花苞都是红色的。哎呀，他说这个很罕见。还有一棵树呢，是一半白色的花，一半红色的花。可惜啊，我们去的时候榴莲都已经结果往下掉了，我们呢并没有看到花，但是我看到了他手机里面秀给我们看的照片。而你知道吗？这位王叔啊，他今年啊已经70岁了，主要呢是他的媳妇啊在打理整个园区，他的园子又是他的爸爸买下来的，光经过他这里就已经70年了，那些树啊恐怕也又是上百年了，所以啊，当然那里是百年老树山榴莲之乡啊。哎呀，其实一开始啊，我是有点难以想象。这个花和一些果实是红色的榴莲是怎么样的？我当这个榴莲是红的，就打开来看呢，榴莲还是正常的，就是榴莲中间的一些花茎啊是有点粉粉的。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嘛。哎呦，谁知道啊？当他们给我看结红色花的那些照片，满树的都是红色的，甚至于像桃花一样，但是榴莲花是很大的那种花朵的，这一片一片啊
那位兰姐啊，她都把许多花放在脸的周围，拍着很开心的照片，然后整个满树，她说连整个树看上去都是红色的，你知道吗？他的媳妇那个时候跟我们就用一些话语来形容，她说啊，这个看的真的是很疗愈啊！这个时候就是我醍醐灌顶的时刻，我想天哪，榴莲啊，不单单是上天的一种恩赐，让它在热带在大马长得这么好，能够养活大马，让它成为大马的骄傲。榴莲它更像是一种 blessing， 它给到人心灵的关怀，让人感到疗愈。既然是疗愈，它就能够治愈人的烦恼，能够给人带来希望啊！这也是榴莲可以带给来的作用啊！这个真的是想不到，所以我说它呢不仅仅是一种美味，他们把榴莲真的是用到了家。再补充一个，他们告诉我这些榴莲花呀，在把它花掉下来的时候呢，他们还会拿去炒在面里面，说是很好吃。这是我们的4个榴莲经历的不同阶段。一开始都认为自己很懂很了解，慢慢经由时间又发现有许多的不懂不了解，又能够打开看到大马榴莲文化的新世界，真的感到很兴奋，急于跟大家分享。这就是今年的榴莲季给到我的新的 learning， 也非常感谢大家 ，Thank you。OK 啊。